帮阿志检查零件，结果中线那个竹签刺到手指头里面，还好直接拿出来。现在就是阿志这个已经做到一半，然后我要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严重的瑕疵，然后来分享给大家。你自己在制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蓝色那个零件它新的变得很有弹性，刻线的时候会有一个阻尼感吧。对，就是不是很顺，不会吃下去。我觉得 GK 都比较好喝。你在干嘛？我在看书、休养、休息。我在帮你检查零件，还吃到。你再给我 reading book 呢？没有，你自己说累了要休息。我现在做模型累了，我看书啊。不是，我们上次有讲，小时候读书如果读国文累了，就要读英文。对啊。所以你做 MGSD 累了，你要换一台做，你只有在这里读书。好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示范这个怎么处理给你看。教你做很漂亮的一条，你帮我拿沙漏出来。这已经是沙漏，这已经是沙漏，这已经是沙漏了。对啊，这是第2盒沙漏了，这比那个第一盒漂亮很多。那你第一盒，那真的不行。那我们只好再杀一盒，刚才那一盒本来要抽奖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刻的是这2个位置哈。那这2个位置呢，因为它很浅，所以如果你没有贴刻线胶带，一定会刻歪。那因为它的料很 Q 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哈，就是大家要仔细听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准备一小段这个刻线胶带，好，然后把这个刻线胶带呢，手不要摸到，你手上有油粘了就不粘了哈，你一定要干净的用镊子。我们可以夹在你这个要刻线的这个位置哈。先做一个固定，那固定以后呢，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不管是手，不管是棉花棒，不管是什么东西，你看你压了以后，把这个空气挤出来，那这时候刻线胶带的粘度就会很高。你刻线胶带一定要固定好才下刀，有很多人刻下去胶带就跑走了。有2个原因，刻线胶带会跑掉。第一个就是你手上有很多的油脂，或者是桌上有很多的粉尘，你把它贴在脏的地方，所以它贴不紧。那第2个就是。虽然刻线胶带都是干净的，结果你贴上去的时候没有做这个把它压实的这个动作，所以导致它在刻的过程它有滑动。好，再来，因为现在的塑胶料比较软，你一定要挑硬度非常高的刀子，就是用这个0.075。好，那当你固定好的时候，你的第一刀一定要轻，就是它的这个料因为有弹性。那有弹性的状况呢，如果你很大力的去刻，我跟你说阻力就会越大。但是呢，我们轻轻的去刻它，你可以发现它翘起来的毛边，第一个毛边很少，第2个你还是可以顺利的刻出一条这个非常锐利的刻线。所以你看我这样轻轻的下刀，很多人说这个软料很难刻，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刻出来的线段是这么的漂亮，就是我们现在要挑对刀具的种类，就是轻轻的。如果你遇到阻力的时候，你轻轻的拨它；如果你越大力，它只会越丑。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非常轻的去磨它，然后这时候移除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线段，这个时候是很漂亮。即使现在有出现非常非常极细的一个毛边非常非常小，它有2种移除的方式，可是我们要先把这个边缘解决，而且这个毛边有可能我们在喷灰稍微有布抛过它就结束，它就没有毛边。那现在这个线段因为它尾段呢，因为它开模的关系它没有告诉你很明确的结束点到底是哪里，另外一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这里是有一个斜线衔接一个直线，但是它这个直线没有帮你做得很清楚。这个梯形的结尾它有点含糊，这时候我们就必须靠手工把这个点做一个衔接。那我们就可以借由宽刀跟刚刚那条0.075的线有没有做一个结合，然后压一个 V 槽出来。那你们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得一条非常干净漂亮的一个这个梯形的这个细线。它就完全不会 QQ 的。这个关键就在于第一个，你要选择很锐利的这个刀子，然后第2个关键呢，就是要很轻。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纱布800号的纱布，稍微磨一下这个位置，确认一下到底这个零件上面有没有存在毛边。事实上是完全没有。那你现在先去把做好的喷漆，我继续帮你检查。好，我只有帮你刻这4片。好，如果其他还有问题，你要自己弄好，好，可以。
觉得还不错。哦，你没有觉得颜色有点暗掉？你知道为什么吗？消光吗？是不是消光喷太厚，然后把它的底气稍微摇起来，跌落神坛了吼！喷神，叠好几次了，好不好？一定要叠的。我觉得这是你第一次出包哎，是吗？我觉得偶尔刻线刻出去一点点，对或者是一些小瑕疵没处理好，难免因为你的速度太快。但是这是你正式第一次让大家看到这个破绽，而且比较多。人生难免会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偷偷把你的.35换成0.5。哦，难怪我想说怎么变那么大。你看你上次做风铃的时候，对，你喷那个湿喷白色不是没事吗？对啊对啊。然后但是你这次喷 MGSD 就有事了，整个就直接勾掉了。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新品，是 JM00.35可以变成.5的配件包。然后我想说给你测试，我给你偷装上去。难怪了。所以你在喷的时候，它比平常更短杠、更湿喷。可是我告诉你，这是我有用意的。有什么用意？因为这就是你目前涂装的极限嘛。对。我要告诉你，我要开始教你用油画颜料。哦，油画颜料。这个东西哦，就是底色而已。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子黑黑的，有些地方比较亮的，甚至有些光源不够亮的，对，这都只是底色。这对我来说就只是前置作业，从现在开始，我们才要开始认真画。所以下一次我就把它画回来给你看。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蛮帅的，有点那种水墨风哎。对啊，阴影非常非常的重，但是我要把它弄得更重。2D 风，不是，反正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要做出和绘那种感觉，一定会经过这一步。那个底色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把亮部拉亮，那就是另外一个 know how。你看我本来喷的白色零件有没有是这种很白的？对，就是我的高光处是很活跃的。哦，它这个已经有点死掉灰阶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顺便跟各位观众解释，也跟你解释，其实你可能也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立钢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白色，它的最亮处它是非常的亮，对，然后它的阴影呢也不会特别重，就是算刚刚好，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做官方图片，对，就是我做的干干净净。以这个蓝色为例子，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渐层就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柔和，对，然后不会非常的强烈，对。那这就是我们一般做官图就是两种做法，要么我就平喷，要么我就做一点点渐层式的阴影，一点点，就是让它有点立体，可是不会特别强调什么部位。但是这次我们本来就是要挑战和绘风，对，那和绘风你就要先把它处理到整个阴影渐层都比平常再更重夸张一点，然后最后我们再用其他颜料的手法来把它微调回来。所以这支算是还没做完，但是我要先让你有挫折感。结果你还是没有挫折感。神经很大条的人是不会有挫折感。所以你看他那个就是会直接过去，就就这样好了。反正你也不喜欢钢弹，然后有做完有交差就好了，对不对？真的这个说下去这集会说不完。可是我只能告诉各位，就是玩模型玩3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玩机构，机械的你就玩机构，怪物类的你就玩轮廓细节，对，纹理、质感，那些都是物理的表现。那不管你玩什么模型，一定会走到玩色彩、玩上色。那这个就刚好可以让我们再做一集上色的。最后一个就是玩观念，就是说你是要做单体啊、做故事啊、做场景、做什么，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但是最基本的2个就是结构跟色彩。那讲到结构，为了让你练好这个刻线，1支 MGSD， 2支 MGSD， 3支，还有1支，继续给朋友了。对，总共刻坏了4台，最后这2片还是我刻。对，这上面的是对，为什么会这么难？它现在的料就很软，你刻太大力会有阻力。对，但是它这个要轻的那个力道又不是我们想象那种轻，它是要类似用摸的那种感觉，对，它才会直。
对，对啊，或是那个毛边太多，刮毛垫的时候又太大力，又把那个整条线用坏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材料上做了一点调整，就是或许这样子可以增加他们的材料强度，对，就是把玩性会更好，对，然后比较不会坏。但是这个会造成我们要做这种细致加工的人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做刻线加深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起毛边或者是失败。那我们这一集前面其实就有教大家，我那时候就有教，就是你一定要很轻的去摸。我们的叉叉叉系列，不管是叉叉叉或者是叉叉叉里，它很利，它的硬度超级硬，你就只要去摸它，真的用摸的那个刀子，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直这样子陷下去。如果你很不幸的最后还是有一点点毛边，我们就用宽刀轻轻的从毛边旁边走过去就好了。就是要轻，就是很轻，因为这个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改得这么有弹性。反正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刀具材料，我们用的这一款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它用摸的就可以把它摸下去。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会刻歪，一定要贴胶带，就是这两个重点。有了，我新寄给朋友的那个，我就有贴真爱胶带，不是那个刻线胶带。对，但是我看起来是还可以，但是没有像这个的这么夸张，没有一开始的这个抖动成这样这么离谱，这就是操之过急。为了把你养成，我已经不知道花了成千数万的套件费用了，然后想要给你一点挫折，让你觉得你刻线刻不好，喷漆没喷好，结果你没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做模型要快乐，不能消极。你是不是看着我们11万订阅？你要用快乐的心情去做，你就不会不快乐。很简单，就这样。做模型要快乐，对啊，所以做坏也很快乐。做坏有好处，你会知道你错了，然后你就会精进，下次就有一个经验。而且你做坏都可以做坏 MAD 的，然后把自己的做好。哪有？好啦。你看救护车都来救他。哦，如果想要看这一支怎么样变成和绘，然后怎么用其他色彩颜料再把它拉回来的朋友，请留言让我们知道啊，不然就没有第二集啊。如果你们没有要看，对，我们就不用这么搞纲，就这样就好。对啊，如果你们要看，我们再来示范给大家看。示范这不用钱呢。好，等一下，我跟阿志讲话永远不会结尾，因为太好聊了。好了，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我跟你讲，怎样？这支有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你看这里，像它这个原本这是有空位，就是蓝色的空位，对，它贴上去之后，质感就不一样。哦，还有这个侧裙这个泡，这里黑黑的，这上面也有。原本的走线是梯形的，很多三角形的细节，你看贴上去帅很多，帅很多，而且还有很多那种像这原本是平的，只有两条线，有没有？它把它贴上去变成叶片，对，叶片风格啊，还有这里也有有啊，看。但是你有一边贴反了呢，你看。这叫做不对称的，这是不对称的美感。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想说你要做一个非常帅的飞行，然后这边要这样喷，对，然后另外一边要往另外一边喷，对，然后你才可以像那个卡美拉一样，卡美拉飞，对，所以这只飞上去的时候是这样喷，对，但贴错就贴错，真的贴错你就要认，它那个叶片没有单向的，你贴错了，没有，你像是好，拜拜，看来这贴错，这重做了啦。